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10月31号，那么今天是10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今天会收月线、周线，对吧？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等一下看一下这个月线。那么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9点半开始，计划直播1小时。那么，请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直播了。因为今天我比较有空，所以说今天的时间跟以往不太一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美股已经开盘了，我们今天直播的比较早。那么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朋友进入直播间。那么如果没有进入直播间的，因为我今天时间有变动，所以说很多人可能没有收到通知。我们先看一下大盘。如果说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分析更多你们关心的。先看一下大盘，这样的话大家看复盘这个类似录播的时候，可以这样看一下复盘。那么因为是要收月线，我们看一下月线。本月现在是涨了2.67%呀，标普本月涨了2.67%。那么今天会收月线，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这个月 K 线，现在还是非常强啊，这波走的非常强。那么想要出现顶分型，那就看下一个月11月份是这个包含的一个 K 线，还是说出现一个顶分型？那么这就是下一个月。所以说月线上非常强。我们看一下周线上，现在这个也没有出现顶分型，但是周线有一个非常大的跳空缺口，对吧？我们要关注这个跳空缺口是不是要被补上。这有一个非常大的跳空缺口，这里也有一个跳空缺口，所以这些跳空缺口我们都要关注一下。那么日线上呢，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顶分型了，对吧？这个顶分型你只要学过缠论，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所以这就是缠论告诉你的，你不需要去猜，不需要现在猜是否这个有顶分型与否，这个不需要猜，这都是按照定义来的。因为任何的转折，你想要转折必须要有顶底分型，想要下跌必须要有顶分型，想要上涨必须要有底分型。这就是我们这个你想要进场，你做空的话要有顶分型，做多的话要有底分型，对吧？你要有依据，你不能说我光去猜。那么现在这个日线上已经出现顶分型了，但是现在这个日线呢，我今天又仔细看了一下，我们之前是因为用日线看的话，它现在这里只有一个中枢，然后一个进入段，一个离开段，这就是一个大致上的一个分析，相对比较粗糙。如果说想那个精细化分析的话，需要降低周期。我们之前用的是2小时，这里有中枢，这里有中枢，然后有4个中枢。但是我今天用3小时看一下，可能更清楚一些。3小时，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3小时。3小时上的话，这是起涨点4835，这里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第三个中枢。现在3小时上有3个中枢，这3个中枢的高低点没有接触，是一个趋势上，3中枢趋势上。这是非常少见的，在这种大盘，就是这种标普大盘上出现3中枢趋势上，而且这个周期也并不小，你就可想而知这一波上涨的动能有多强，因为所有的这波上涨全部是从这个4835起来的。那么现在还是在最后一个中枢的这个震荡区间之内，因为针对最后这个中枢，你还没有出现，要么出现3买，要么出现3卖，或者说就拉回来，对吧？现在这些都没有出来。那么唯一可能出现就是先出现一个3买，或者说要看它这个回落的位置。我已经测了从这个起涨点，我已经测了它这个潜在的回落的位置，看它到哪个位置。具体它能到哪个位置，这个没人知道，我们只是利用黄金分割来大概的看一下，对吧？算一下。但是呢，这个一定不能够当成预测，而是到了这个位置之后，你要看它的力度有没有支撑，有没有这个承接的力度，
对吧？类似一个红绿灯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到了红绿灯，你可能这个有预判，哎，我要踩刹车了，但是呢，有可能这个地方红绿灯这个地方是红灯，但是被警察接管了，它有什么特殊的事件，警察给你招手让你往前开，虽然说现在是红灯，但是呢，当下的路况是让你警察让你往前走，你不可能说啊那是红灯我就踩刹车我不往前走吧，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根据当下的路况，到了红绿灯这里你要看，怎么看呢？在图形上，那就是看它首先这个周期是不是有底分型出现，然后还要看什么？还要看它的内部结构，你要看它的路况，它的更精细的东西，你这样的话才能知道这个底分型是一个中期的底分型，还是说可能是一个固定的底分型。你这样的话，你的交易才能够精细，对吧？所以说一定是不能够一根筋的觉得啊，这是黄金分割的某一个位置，一定要反转，那你就陷入一个盲区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所以你有了这个位置的话，你就可以大概的这个等待，我们不是盲目的等待，而是我有这些位置让我去观察，在没有到这些位置之前，对吧？如果说你在上面已经减了，在没有到这些位置之前，你干什么呢？要看它出没出现要进场的信号啊。它可以不到 0.382 直接往上转，那就是3买呀。因为现在在3小时上这个回落已经够一笔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不是盲目的等待，而是有了你的计划之后，有了你要关注的这个点位之后，你是有计划的等的。这就是这个用了这些工具之后，来帮助我们辅助判断。这就是针对这个标普指数，我们简单的这个说一下。然后现在苏珊已经进入直播间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提问。苏珊你好，我们今天的直播比较早，那么这个你问了这个马拉松对吧？上次在周一的直播的时候，我们好像分析过，你已经问过这个马拉松，但是我们当时说马拉松它跟这个比特币的相关性非常高，对吧？比特币的涨跌影响了马尔松的一个走势，但是呢，马尔松马上要出这个财报了，10月4号盘后要出财报。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就是仓位具体怎样，但是马尔松这个票呢，它的这个波动，那个肯定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它的盘子并不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结构。我们看一下之前我们分析过月线上很清晰的一个结构，我把这个给它取消掉，然后这个也取消掉，这样的话我们月线上的这个标注少一点，这样我们就可能更清晰的知道它在干什么。那么月线上马尔松它的最低点是前面这个低点，对吧？这个 0.355 是这个起涨点，然后涨起来之后一笔上一笔下，这样就在这里做中枢震荡。然后这个月线上这个大中枢，因为只要不破前面这个 0.3522 这个低点的话，这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继续往上走。只要以这个最低点作为防守的话，对吧？它只要不破这个低点，说明上涨的趋势没有结束。这就是你要看最低点在哪里。那么有了中枢之后呢，我们又有中枢的中轨。它之前这次反弹从 9.81 反弹，刚好也反弹够一笔了，也在中枢的中轨之下，刚好是触碰到了这个中轨的位置。因为我们利用中枢的中轨啊，是来辅助判断我现在多空强弱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的。在中轨之下，那就是空头强，在中轨之下就是做空的这帮人，他的力度强，或者说这个股票偏空偏弱。如果说在中轨之上的话，那就是说明相反了，多头强。就偏强的，对吧？那么现在就是打到中轨又下来了，然后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但是呢，好就好在它现在是在月线上是横在零轴这里了，看到没有？如果说这里能起来的话，那需要有力度，因为任何从零轴启动的这个走势，我们都不能够轻视它，尤其是在大周期上。如果说能够像前面这里，它前面这里也不算，这个地方不算从零轴起来的。这个位置不算从零轴起来的，因为它是从下面爬升起来的，它没有在零轴做过停顿，所以说一定是在零轴附近上下一点点没有关系。从零轴停顿之后起来的，那这个力度是要非常强的，对吧？现在看不到这个力度，它可以在这里一直趴着，那也就意味着它这个位置可能要在这里再继续震，对吧？这是之后我们要关注的。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反弹已经够一笔了，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是不是要月线上是不是要回落一笔了，对吧？因为它现在这个空间，我们测一下，从这个中轨的话，56%的一个空间的，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它如果说真的是从中轨砸到这个那个中枢的下沿的话，那这个空间太大了。这个回撤我们还是要能避开，还是要避开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大周期这个具体的空间多大。那么现在月线上已经有这个冲高回落，上影线太长了。然后现在只要这个下周跌破了本月的这个低点的话，那就会出现顶分型了，对吧？现在就是我们在大周期上能够看到这些信息。那我们要降低周期。现在周线上 9.81、123三段，这三段我现在目测的话，我把其他的清一下。我现在只关注这个 9.81 右侧这三段，也就是我高量的这些这个 K 线。那这有3笔，这3笔我们可以用黄金分割扩展器目测是背驰的，测一下工具，它等比例在 26.17， 也就是说从 44.48 涨到 26.17， 这跟前面这一笔才等比例，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周的顶分型，然后又砸下来了，说明这个背驰了。我们把这个再去掉。那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现在从 14.48 这里，为什么要从 14.48 这里关注呢？因为虽然说出现了周的顶分型，但是并不代表这个100%要回落一笔啊。如果说这个周顶分型只是一个中继的，那么 14.48 还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对吧？它完全是这里小周期停顿一下，然后继续往上走也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两个方向都要看，一要看 14.48 是不是上涨没结束，二要看 23.45 的下跌要延续，对吧？所以说两个方向都要观察。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你仓位并不大，做了几级电梯是吧？那么这就是因为如果说那个没有办法盯它的话，那做电梯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周期稍微放大一点就可以，比如说日线以上的，所以说也没有太大问题。这就是要观察这一段的原因，看一下小周期 14.48。好的，我们来看日线上。现在这里严格处理的话，它是有包含关系，这个最高点在这里，它是不够一笔。然后这个从最高点 23.45 下来，这个肯定是够一笔了现在。然后这个 MACD 下跌的动能还是比较强的，对吧？张口张的特别大，这个说明动能非常强啊。然后这个柱子的这个长度还一直在伸长，然后面积也没有出现明显缩短的迹象，都说明这个各个迹象都说明这个动能是很强的。所以说你，然后我们再测一下从最高点最低点这个回落的这一笔能有多少空间了。刚好达到了 0.18， 所以这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如果说跌破了 0.18，那基本上就要再次去跌破 14.48， 甚至是就说到其他位置也可以。但是如果说能够不被跌破这个位置的话，能够有支撑的话，那还可以再弹一次，然后再下来，然后再弹一次，再下来也可以，就看它怎么来构建这个下跌这段。现在就是因为它现在下跌这段，现在日线上只有一笔呀，对吧？日线上只有一笔，我们之前是看过它的1小时上，我们再观察一下它的1小时。1小时上是2次反弹，我记得我上次说的时候，我们是分析过这种情况。从最高点这个 23.45 下来的时候进入段，然后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就在这里，然后它正好是2次反弹下来了，对吧？我们当时看的好像是15分钟上还有一个这个均线，我们当时分析应该就在这里。我说它这个弹上去，如果说被200均给受阻的话，你一定要减一减，对吧？你一定要看15分钟结合1小时，因为1小时上刚好是2次反弹这么一个情况，它要往下走的。那么现在市场就是这么选了，因为这个比特币那边也出现了一波下跌。那么现在就看这个1小时上的一个主要演变了。现在1小时上这是走离开段，这是进入段。好在这个面积现在有收缩，然后这个快慢线的话也没有打掉前面的低点，因为我们要比较离开段跟进入段嘛，对吧？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工具扩展器看一下空间。现在是在 0.618 附近，等比例在 15.93。如果说这里能够弹一次的话，因为它背驰了嘛，它的内部的相对是走的这个有抵抗的，就是下来之后大家再买，这就是抵抗。如果说能弹一次，看它能不能够回去，回不去的话，你要再减，这里就是3脉，它还可以再下来。如果说这个3不背驰，那就是一个走345，对吧？就调整就深了。所以说，就现在关注这段的这个，如果说能够去做这个小周期的反弹的话，现在要盯一盯，能够去做一个5分钟的一个反弹。5分钟这里能够，这里如果说能弹起来一段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更小周期，也就是说，它这段啊内部是相对饱满的，这里可以给你来一个3笔的反弹。这个5分钟这个反弹，你看你能不能够做？做不了的话就不做它，等待它这笔反弹。反弹出来了，然后怎么测一下呢？就是从这个起跌点测一下，看能不能够到这些。如果说能拉回去，当然更强一点。比如说在拉回去之后，受阻于这个200均呢、120均这些，你可以再卖一卖，或者说更弱的就是，哎，反弹了，只到这个 18.79，连这个中枢都回不去，那肯定是3卖，那你要赶紧解，因为非常弱嘛，回不去中枢就更弱，那肯定要再次，大概率可能再次跌破前面那个小低点，出现盘整背驰的时候，可能这个位置可以多加一点，对吧？所以说你看，你就看你的这个盯盘的这个时间，没有时间的话，就做1小时的等待，什么时候反弹了我先减，如果能拉回去的话，我就多减一点；如果说拉不回去，也要减，对吧？因为它是出现盘整背驰，如果不背驰的话，你可能要多等。所以这些都没有办法预测出来，你只能去跟踪它。那么在当下的话，现在已经出现盘整这个反弹迹象了，因为它的内部是有抵抗的，这里有一笔反弹，对吧？那你就等待这笔反弹什么时候出现。整体来讲，这个票是偏弱的，有反弹，因为它弱嘛，有反弹，你先减仓，先减仓，等待它这个整个这段的下跌可能更饱满之后，有可能这里要做2个中枢之后，你才仓位再大一点，再往上加都来得及，对吧？但是呢，因为它又牵扯到这个11月4号盘后，就看它盘后，我们再看一下裸 K。如果说在11月4号之前能够蹲到120均线，也就是17附近的话，那可以稍微再补一点，对吧？因为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的内部可能相对就饱满一点啦。如果说在11月4号通过这个财报起来一下的话，那你这个位置可以稍微补一点。如果说，但是也不要补太多，毕竟如果说它这个打破了这个趋势的话，那就跌破这个位置，那你可能就是因为你加的比较多，要去赌财报的话，那就相对的比较危险了，因为它这里明显有一个通道的式的这个上升嘛，对吧？然后又到了财报，又到了120、200均线这个附近，就是整个都在这个等待财报的一个过程中，那么你的仓位加减显得就比较重要了。我们把这个趋势线你一画就很清楚，有这么一个大的这个框，不知道有没有能发现有这么一个大的这个通道线。所以说，这种通道线在利用在大周期上是比较好用的，尤其是日线以上的这种，因为想要突破这种通道线的话，需要非常大的资金量或者说非常强的意愿，你才能够突破这些这个通道线。好的，针对这个的话，整体来讲，这个票是偏弱的，因为比特币里面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所以说你相对的偏弱的票，你就不能够仓位放得太大，对吧？等它走强的时候，你再那个什么，或者说它触到了这个通道的下沿的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在其他的这个下跌过程中，那你就拿着不动就好了。如果说不想那个现在出局的话，如果说对这个票，又有信心又想长拿的话，那就是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一个策略。好的，我们来看，你又问了一个 ORCL， 是这个甲骨文是吧？280时买了一点套住。
把其他的清一下。甲骨文我们之前好像是看过它的，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周期，现在是月线，月线上出了一个月线大300，然后现在是这一波，然后呢，这是月线上已经够一笔了，月线上这是一笔是够的，现在月线是一个包含关系，对吧？最后这2个月是包含关系，那么我们就关注的就是这个118.86上涨的这一段它的内部结构。周线上呢，是一个一笔上一笔下，因为它这一笔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是一笔上一笔下的结构，这是它的这个周线上。我们看这个现在关注就是这笔下有没有结束，从这个最高点345.72。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这里先测一下它的回拉回踩，现在刚好踩到了0.382了，看到没有？刚好从这个起涨点118.86踩到了0.382这里，看这里能不能得到支撑？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红绿灯，到了红绿灯这儿了，我要看一下，现在底分型还没出现，首先，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内部。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这进入段2次反弹，然后又下来了。我们可以先比较一下，它这个进入段是非典型的进入段。为什么叫非典型呢？因为它不够严格定义的话是不够一笔的。但是缠论里面关键的是这个构成中枢的这3段，那么进入段可以没有，这都可以是离开这个跳空缺口，对吧？所以说即使只有3根 K 线也没有关系。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现在是刚好在等比例下面，看到没有？现在刚好跌到了等比例下面268.57，那这个稍微小心一点，因为不能够拉回去的话，说明这个离开段就没有背驰，跟这个金融段比较，那它就没有背驰，可以继续往下延续啊，甚至到120、200均这里，对吧？那你现在要这个，因为你是在280时候买的。那么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出现这个底分型时候买的？大概也是这个位置买的。然后，它只是弹了一下，刚好也是在这个可能是等比例附近吧，它弹了一下，然后它的内部可能出现背驰了，然后又继续下来。也就是说，这个内部出现了一个3段式的背驰。我们可以现在复盘看一下，这段的内部肯定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当时又出现了一个背驰，对吧？280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说它是这里弹了一次，但是呢，它这个后期没有支撑，没有这个延续，那么也就是出现了一个1、2、3段的一个这个下跌，再次回到日线上。那么现在日线上今天又是一个包含关系，但是整体来讲，看一下这个1小时上这一笔，日线上这一笔。我们看这个1小时这3笔，这是一个1、2、3段。这里的话，到这里就这个稍微偏勉强一点吧。就是什么叫勉强一点呢？就是这里你当成这个一个1、2、3的也可以，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中枢，那么这就是一个起跌嘛。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下跌，进入段跟离开段也问题不大。就这里你把它当成一个1小时中枢的话也可以。1小时上没有的话，30分钟上肯定也是有的，那这也是30分钟的离开。然后针对这一笔的离开的话，我们来看这一笔离开一个中枢、2个中枢，说明5分钟上是有2个小中枢的。就说这个短线的话，又是可以进场参与一下。参与一下的话，这里看它这笔反弹的力度，1小时上，你这个黄金分割一测，对吧？就是看你这个能不能够参与这种级别的这个反弹。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不是很大，2点多，然后到0.5的话，3.5到这个0.618是5%，就这2%到5%空间，这个你能不能够参与，或者说出现了卖点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出得来？你别说我这里买了，你买对了，但是没卖，那没用啊，因为它又下来了，
对吧？你相当于这个只参与了一半的交易，那你这个那个交易是不完整的。我们要会买也要会卖，对不对？所以说就看你能不能够参与。现在是可以参与这个5分钟这个反弹的，因为5分钟上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这里可有一笔反弹，但是具体能弹到哪儿我们不知道，是弹到0.382就结束，还是到某一个位置就结束，这个没办法测的，这个只能去跟踪它。但是要不要参与呢？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决定了。很多时候主要看你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对吧？所以图形上是走出来了，但是要不要参与就看你自己了。这就是针对这个甲骨文。有位其他朋友问这个叫 David 问 VST。在分析 VST 之前，这个苏三朋友问这设止损吗？怎么设？止损的话，我们是用3个维度选股，对吧？基本面、比价关系，然后才是这个技术面。如果说你的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已经选好了的话，禅师在这个文章里也说过，是不用止损的。就是说，比如说我选好了甲骨文，我就看好这个公司，我已经做好了我的这个课后的这个调研工作了，我已经对它5到10年我都很有信心，那你就不需要止损。我就是首先设定某一个周期作为你的主要交易周期，比如说我的日线上是我主要交易周期，那么我们就在出现你进场信号的时候，你就比如说先买个1/3的，对吧？然后呢，再利用一些资金打短差，利用小周期的1小时啊、30分钟、5分钟这种小周期的打短差，对吧？然后把你的这个持仓成本，就长期的这个持仓成本降低。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做个短线玩一下，比如说今天看好了，明天又不看好，那你肯定要止损呢，因为你拿不住啊，对吧？能够不止损的前提是，它从现在的价格再跌50%，你也敢买，这种你才不需要止损。如果说你只是做超短线、做日内，你肯定要止损的，因为你拿不住啊。你可能跌10%，你能那个不卖，20不卖，可能跌30的时候就卖在地板上了。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长期这个看好这个票的话，你可能比如利用网格买的话，10%买一次，20、30，我每跌个10%我买的话，我长期下来我还是赚的，对吧？所以说设不设止损，关键在于你首先是做长线还是做短线，你对这个公司的基本面，还有它的这个比价关系，也就是它在行业里面的地位有没有经过深入的这个调研，或者说有没有经过深入的学习分析，看其他人的分析。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基本面，对吧？主要还是看这些分析师啊或者其他人的一个分析。所以说，你要这些功课都要做的，不是说这个。因为为什么这个工作要做呢？因为最终持股、最终交易的那个人是你，不是其他人。所以说，这个鼠标是掌握在你手上的，卖和买这个控制权在你手上。所以说，最终的决定权在你。那你说，你要不要止损，只能看你自己呀，对不对？你对这个股票的了解这个程度，你对它的信心，以及你的这个技术的分析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够打到短差？这些东西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没有简单的要不要。那做超短线的话是肯定要止损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你如果说超短线，我做的就是超短线，我又不止损，那你岂不是这个级别就乱了吗？我本来是做的1分钟的交易，我做的就是这段，然后你这段我买了，但是没止损或者没止盈，它又下来了，那你不就是来回坐电梯吗？对吧？因为1分钟交易。或者说超短线的日内交易，它就要的就是这种短时期的一个小波动，然后当然了，它可能杠杆可能比较大，但是这个是你就知道一点就好了，级别越小难度越大。好多人喜欢做日内，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好事。为啥？这个难度太大了，这个需要盯盘又累，而且需要你有超高的纪律性，这个其实很多人是不适合的。所以啊，要选择好你自己交易的周期，然后还要选择好我刚才说的，一定是3个维度：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那个技术面。像这种 Oracle 这种甲骨文这种公司，可能你不动它的话，当然现在可能它是在这个，因为它
之前这一波大涨了，可能将近50%，还涨了多少？它现在相当于一个冲高回落呀。你不能说它现在回落这个股票就不好了，那底下的时候100多的时候你没买，那冲到300多了，你觉得好了，那肯定是那个所处的位置就这个不是那么理想了吧？禅师其实说过，市场中天好多人说啊这个风险那个风险，什么政策风险，什么这个最终的风险落在什么呢？落在价格波动上。什么叫价格波动呢？就是说你在220冲到345，你没卖。这个的价格波动它又回来了，这个才是最大的风险。你这个风险如果说没有掌握的话，那么其他的风险其实都是模棱两可的说，或者说相对这个周期偏大的，比如说政策性的风险，那么这个国家之间的政策风险，那个周期是非常大的。但是在短期上，对你个人来讲，这种股价波动的风险，如果说你没有控制好的话，其实对你个人来讲，或对每一个小散户来讲，这其实才是最大的风险。你不用去关心什么中美的贸易战呢，什么俄乌战争啊，什么地缘政治，这些都不用关心。我只关心我这个股票的那个股价的变动风险，才是你应该关注的。好的，针对这个我们衍生出来说了相对多一点，但是这个的要求能力就因为知识需要，因为其实股票这个东西啊，最大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它门槛特别低，任何人你只要有点小钱，然后只要你现在开户都可以随便开户，然后在美国交易的话，很多券商也没有这个手续费，交易股票的话，对吧？非常的容易，门槛太低了，所以说你在没有进行知识储备。你相当于进场跟那些专业的这个，像那些华尔街那帮人来跟他比拼，对吧？人家都是武装到这个牙齿的，各种交易软件啊，它功能特别强大的。如果说你见过他们用的那些软件的话，什么 Bloomberg 那些 Terminal 的话，那个功能都太强了。我们小散户有什么呢？对吧？就是网页嘛，然后就是加上 TradingView 啊什么这些。但是呢，你如果说自己再不学习，再不武装自己的话，你跟他们拼刺刀，你是干不过他们的。所以说这个其实不公平，对小散户是不公平的。但是没有办法，你想要在股市里面长期赚钱的话，你就必须要武装自己去学习，才能够跟这些专业的交易员跟他们比拼。那么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功夫。好的，我们衍生出来一些，但是呢，希望能够听到这个视频、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有一些帮助吧。毕竟这个禅师给到这么好的一个这个理论。能够更多的人，让小散户，我们这些这个个人交易者能够受益于这套理论的话，把自己武装起来，那么能够在市场里面长期存活下来，长期盈利啊，这个不论你是改善生活呀，还是改善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好事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avid 朋友问的 VST 这个 Vistra。这个票我们也是之前简单分析过，也是大周期上，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方向性。周线上是有一些结构，我们把这个图形上给它，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然后上去，我们把其他都清掉。然后周线上从这个下面是有一个大的箱体，对吧？在周线上，这是它的起涨点11.3。然后这里是有一个周线中枢，但是呢，下面这个中枢明显这个级别大，就是在周线上这个中枢的级别是大的，这个小中枢，这个周线上这2次回落反而是3买，针对下面这个中枢，这是有这个差别的。然后我们关注现在最后就是这个小中枢，它现在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回落，但是被这个后面这次的新高打掉了，把它标出来。这都是周线的这个高低点，那么现在周线上也回落了够一笔。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周线的这次，前面是出现过一次回落，是够一笔，但是问题是它反弹之后又把这个破坏了，相当于是前面这个上涨的延续，对吧？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回落这一笔，219到179这个5、6根、6、7根 K 线的一个结构，就是看它有没有结束。你也可以先测一下这个回拉的力度，现在连0.382还没到呢，对吧？是一个很浅的一个回落。那么日线上
我现在只关注的就是这个219.82这个右侧的这些结构，因为它这个周线上已经回落够一笔了。我现在就看它这里能不能够停顿下来，还是说是2次反弹然后再下也可以，对吧？因为现在在日线上的话，这里是1次回落1次反弹，然后就这么一个3根 K 线。这3根有点像一个等比例，我们可以测一下，应该是类似等比例的一个位置停顿了。187等比例，对吧？这都是这帮机构就是利用这些，他们也用这些工具啊，等比例啊、黄金分割这些玩意儿来写他们的那个机器人交易。所以说187这里如果说能撑得住的话，看它这里能不能先弹一次。但是呢，出现了底分型之后弹了，但是不够一笔，现在又开始往下来。这个是在有可能在不是有可能啊，10月6号下周有这个周4有这个财报，盘前有财报。所以说在财报之前，你就看它是不是要往下蹲，要再次跌破这个179，那可能要去这个200天了，对吧？所以说这个187这个位置最好不要，如果要跌破的话，你就要小心它是不是要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对吧？那如果说是这样的123的话，那就3就没背驰了，你发现没有？如果说跌破187的话，没背驰，如果说在这个借用财报弹一次，然后再下来也可以，甚至是直接往上走也可以，对吧？所以在财报之前这几天，这个空间你要关注，是不是要等待一下它再次跌破这里之后，到了这个位置，你是不是要赌财报啊，对吧？长期看好它，还是说你只是要做一个短线？那你的就决定了你的仓位的配置。我可能要赌一下也好，或者说买一些期权做对冲啊，这就是相对的，看你个人的一个取舍了。因为它这里完全是到了这个位置，比如说出财报了，它可以继续往下走。如果说财报不好的话，那这个123这个空间就大了去了，对吧？那可能要4和5，然后这还是只是一个浪形往下走，还没出这个中枢呢。所以说，整体现在偏弱，在日线上的话，现在是偏弱的一个情况。MACD 已经到0轴以下了，因为我们知道，尤其在这个大周期上，日线以上的话，就0轴就是一个多空分水岭嘛，现在是偏弱的。所以说你要做多一个偏弱的票，你相当于逆势，晓得吧？所以针对这个VST 的话，就看你首先现在不要加它，就是说你要补仓啊，是加仓啊，这些动作都不要有。你起码可能这里内部可能小周期的话，如果停顿一下可以再起来也可以，但是这个就需要你去看更精细的1小时了、15分钟、5分钟这种更低周期的，因为那个周期太低，你能做就做，做不了的话你就观察它能不能够跌破这里。如果说不跌破这里的话，先给我弹一笔，对吧？起来之后，那么你也可以利用这个趋势线，它比如说这里有2个高低点一连线，它可以弹到这里，不能够突破前面2个高点，你再卖，对吧？相当于你就等待它选择方向，相当于这里其实是类似一个中阴状态，没有方向，等它选择方向之后你再动也可以。但是做多的话，就这个加仓的话，这个动作首先不要有，跌破它之后再看。如果说它的内部有背驰了，我小周期上可以先加一点也可以，但是呢，你要加的结果你要承受得了，因为它这里可以这个反弹，但是也可以继续向下延续的。所以说，这个就看后期的这个，尤其财报要来了，这个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难操作的一个票。我们再往下看，这个 Amy 林朋友问这个 Micro Technology 这个票，我们在频道里面也分析过几次。我们之前也有个朋友也是经常问这个，对吧？涨得非常好，尤其是在大周期上，这是在月线上有这么一个结构。我们之前分析过，从 1.59 就所有的这些涨幅全是从 1.59 开始的 1.59。那么 1.59 的话，月线这个期下面一个中枢，这2个中枢，一个月线周期的一个趋势上，然后现在这个想离开这个月线中枢，对吧？你想脱离一个中枢，这个逃逸速度或逃逸的动能要强才行。如果说你只是到这个位置，连前面的高点都突破不了，那很容易被拉回来，对吧？现在就出现了强势表达，因为你只有够强，拉回来才可能不回来。不回来的话，还是300，还可以上去，对吧？所以说你观察一笔，能不能够逃得出去的话，就看它有没有力度，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这个分辨。
那么在周线上三段，1、2、3，3明显没被持，已经都到了 1.618 了，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3是没被持的，那么完全可以继续往上走，然后出现4和5，甚至是7和8、9都可以，但是具体多少还是不知道，所以说好多人想那个预测，哎呀，到多少能那个回调啊，这些都没有意义，预测在市场里面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我们也不要去预测，而且非常有害处，因为你一旦设定了一个位置之后，你可能就会这个。就是因为你觉得到了某一个位置涨不动了，你只是你觉得，并不是市场的一个真正的选择。所以说，最好是尤其在你这个底仓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要等待市场选，等市场选完了你再应对，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更好一点。那么现在周线上这一笔没有这个被持啊，这第3笔没有被持。那么看一下日线上有没有相对的一些结构。那么起涨点在这里呢。1、2、3、4、5、6、7，已经走了到了第7段。我们之前讲过多次，用这个浪形的话，它是有要么是7浪衰竭，要么是9浪衰竭，有2种。就到7或到9的话，基本上尤其周期比较大的时候，就是尾端了。但是不是说尾端了，比如说这7是尾端的话，它就要暴跌吗？也不是啊，它完全是可以回来，没碰到前面的高点，还可以有9。甚至是哎呀回来了，碰到了前面的高点，我可以做中枢，做完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继续震完了也可以继续上的，对吧？只是说这一段日线上的这一段是尾段了，不是说这个整个上涨结构是尾段，这是有区别的。那么这个周期就不一样了呀，对吧？这是我们现在看的这段，把它给它断开，日线上从这个179这段到这个最高点232。那么它的财报已经结束了，但是再一次财报的话，这是不知道是不是上一次的，这是9月份的财报，它已经出的比较早，所以它已经出完了。那么就看这个，因为英伟达的财报还没出来呢，英伟达财报肯定也其他相关的这些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肯定波动都有，那么就看英伟达财报前后这些相关公司有没有一些变化。那么就看一下最后这一段，这一段不是日线的第7笔了吗？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那么小周期上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然后针对这个中枢，现在还出现了一个300，看这个回落还成了300了。那么回落永远不是什么坏事，对吧？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抓300啊？你出现了该卖的地方有没有卖，然后出现了这个该买的地方有没有买，这是考功夫的。那么现在这个出现了小的300，1小时上还出现了一个小300，但现在这个反弹也成一笔了，对吧？这个 MACD 并没有翘头上去，所以这段力度还没有出现。如果说不能够再次突破前面这个历史最高点232.4的话，那就可能要在这里做 B 中枢了，对吧？这是 A 中枢 B 中枢，做完 B 中枢，做了 B 中枢不代表100%往上选，它可以继续往下走的，说明是这样，就是一次反弹2次反弹可以走这么一个向下的这个倾斜通道的这么一个走势，那这样也可以是从这里断开，这是左侧是一个盘整上，右侧一个盘整下，也可以这样。所以说出现中枢之后，不代表100%要往上选。如果说每次的反弹都很弱，甚至出现这种收缩的话，那完全可以往下选的。所以说这也要小心。所以说现在就看它这里，如果说你手里有仓位的话，就看这里你要不要先减一减。当然它也可以继续往上走啊，因为它这里只是在5分钟上，这里是有一个小中枢的。如果说这里力度能起来的话，这里一定要有力度，甚至要突破这个前面高点，有力度可以再往上走。那这样的话就看它有没有被持第3段，因为它前面这段的相对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从这个起涨点测的话，导比例在哪里？260呢，对吧？啊，那涨到这儿才不被持。那当然也可以再往上走，甚至到245、240都可以。但是它这个后面这段，就后面这些 K 线要有力度的，比如说每一个 K 线都出高点，那有希望到，比如说0.018，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再看是不是要再下来再往上走。就是说1小时这个 A 中枢的离开段可以走出来一个1、2、3、4、5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就跟那个日线上它就出现一个同振了，那个共振了，因为日线上是一个第7笔嘛，日线上是这个中枢离开的
这1、2、3、4、5、6、7，如果说你从这个最下面开始算的话，那其实一个1、2、3、4、5也一样，就是5或者7，就是最后的这个尾段，对吧？就跟那个1小时上也可以出现类似的结构。我先出现一个中枢，然后出现一个1、2、3、4、5，或者说是一个1、2、3。如果说这个3都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就弱呀，那你更要卖或者更要先减，因为它这里完全可以先做一个收缩的中枢之后。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MU， 但是整体来讲，基本面肯定是没问题的。那么图形上又这么强，这种小短差1小时的这种差价，能做就做，做不了你就拿着就好了，对吧？首先不要去做空它，你看你每次做空它，这几根 K 线的一个空间，可能也就在5%左右的吧，10%这里有，下面这个10%，你这10%看上去挺大，但是很多时候它就几天的时间，就3天、3、4天，你能不能够抓得住这3、4天这个窗口，对吧？你很多人又想那个上下都想做，或者说你的盈利比较大的话，但是你可以先减仓啊，你不一定要去做空它的。尤其是这么强势的一个状态，我宁可不要这个回落这段，或者说我就想拿主升这个主升的这段的话，我宁可不做这个交易，不做短差交易都没有问题。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MU。那么距离我们这个，因为今天直播要到10点半，还有15分钟左右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在这个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现在这个市场上动能比较强的这些，对吧？那么今天是最近这个 Meta 是出了财报，波动是比较大的，这个暴跌。昨天盘后，那么今天这个前天盘后，昨天盘后是亚马逊。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现在动能比较强的这些，英伟达的话，因为财报还没出来，但是它现在是在10月19号才出财报的。那么我们前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关注过，说是因为前面这里到177.29是不够一笔的，那么它跌破了177.29之后，就到了这个176.76，刚好够一笔，然后刚好又在中轨上，看到没有？这个踩的非常技术，踩到中轨之上起来的这一笔现在是。那么现在这个月线上，这是这个月线的一笔延伸，然后。这有2根月线，把这个清掉一个，月上的一笔延伸。那么针对这个最后这个中枢的话，还没有出现3买和3卖呀，对吧？你要么回来，要么拉回中枢里来，甚至跌穿中枢都没有出现。现在还是这一笔，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呢。看一下1小时，那么1小时上起涨点在这里176.76，现在这个回落是2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前面是1买。如果说你借用前面的中枢的话，它还是3买呢，它是2+3的一个买点。但是呢，现在即使是2+3，那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是比如说是一个3买转2卖，对吧？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再上看它是往上选，还是说按照我们刚才说那种，它可以说再打个低点，相当于这个内部出现这种结构，就是带进入段带离开段也可以的。对吧？那现在就是前面这里还是进入段，这里带了一个中枢，只是说把它的这个结构更饱满一些，可以继续往上走，或者说，哎，你跌的比较深，走一个微转下来也可以，对吧？所以说没有预测，都是去分段交易。现在这一笔可能要结束了，我就看它回落这一笔，回落这一笔出来了，结构也饱满了，看它能不能够上去。如果说力度非常强的话，那就看它进入段离开段有没有背驰啊，就是一段段做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看大家有没有提问。没有提问的话，我们再看这个这个 Meta 的话，是因为这个什么呢？它看一下这个数字，这个earning 的话，应该预期差不多一样的，对吧？这个预期是预期是非常大的，那么比预期的要差很多。但是那个 revenue 的话是比预期的强，因为预期的是49，那么它实际出来是51，对
对吧？所以说这个 earning 是 miss 的。那么再加上好像是它的这个支出比较大，它这个 capex， 它的那个capital expenditure 这个支出特别大，然后让市场觉得它的这个，那你花钱是很厉害，但是你有没有挣钱的能力？这现在对它出现了一些这个质疑。但是它的周期上，它的图形上其实很简单，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它的大周期上，月线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其实现在所有的这些都是月线上这个大离开段。针对下面这个大中枢的话，是这个中枢的一个离开。这个离开这里出现过回落，但是不够一笔，也就是说在月线上它还没有3买呢。这里如果说有回落了，够一笔的，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看它能不能到哪些位置，对吧？如果说得到支撑了，还是下面这个大中枢的3买呢，月线上3买，所以说回落不是坏事。那么现在这只有3根 K 线，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从这个796.25。针对这个周线上的话，这里是肯定是够一笔了，周线上。那么我们把这个周线上一笔给它画出来，因为它现在在月线上只有3个月，对吧？完全是像前面这里也是出现过3个月的一个回调，那个回调，然后这也是3个月回调，也可以继续往上走，再次突破这个前高，说明这只是一个中继顶分型，跟前面这种也是可以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在周线上，那么利用周线上这个中枢的话，因为从这个88.09起涨的话，周线上只有这么一个中枢，然后就出现了高铁。所以针对这个中枢，它其实是一个3买。针对这个，如果说你是说这个起涨上涨没结束的话，它可以这样走。那么再次测一下这个的回落，现在是快到 0.5 了，对吧？看这个延续，如果说到 0.5 左右撑住了，不去往下走了，针对这个中枢还是3买。也就是说88.09上涨，周线上没结束，所以说这个月线上这个顶分型可以变成一个中继的，我继续往上走。那么又落到了最后这些 K 线上，有没有结束，对吧？周线上现在虽然说有一笔了，但是底分型呢没有啊，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我们也要看，那就到了这个最终就落到了日线上了，因为日线上够我们交易了。日线上这个结构就很简单了，一次下跌，一次反弹，两次反弹，然后再打一个低点，这个结构什么都有了。说白了，什么叫什么都有了？就是饱满了，就是金融段也有了，中枢构建也有了，离开也有了，对吧？这个对于盘整走势类型的话，它这个结构是饱满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就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的这个力度比较，我们把这个最高点看一下在哪里，应该在这个796.25，就在这里。我要找到这个最高点，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比较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的这个力度。哎，684.64，684.64是什么呢？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的一个比较，离开段跌破了684.64，意味着离开段的力度强，比它的空间大，没被持。现在没被持啊，看到没有？而且还跌破了200天，现在不被持，不被持你能进吗？它没被持，相当于力度没有衰竭呀，那可以继续往下走，168也可以，对吧？而且如果说200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均线，如果说200天拉不回去的话，那就深了下面。所以说现在你要做多的话，就要小心一点。你看它前面这里也跌破过200天，然后后来是拉回去了。看前面这里200天都没跌破过，看前面这里，尤其从这儿上来，这200天这是踩到120天，120天，120天，这是跌破了。对吧？所以说这个120天和200天这两个均线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就看它能不能够撑得住，能不能够拉回去。那么你现在不要着急，要是想做多它的话，起码现在是有一个包含关系的，对吧？可能再等一天，甚至是出现一个底分型，然后这里给一次反弹，最好要拉回到200天以上，也就是前面可以复制前面这段走势的话，我们看一下，如果要复制这段走势的话，它这个段走的已经很那个激烈啊，下跌和上涨都非常激烈，因为是
4月份的时候嘛，这个特朗普关税那一段，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波动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走势。那么这段看它是不是要复制，还是说要慢慢的在这里磨也可以，横在这里也可以，然后某一天一个什么消息刺激再往回走。说现在做多要稍微小心一点，毕竟它不背驰，做多要谨慎一点。那么你如果说想做小周期的话，那就现在看这个最后这一笔的话，这2、3根1小时上还只有一根，30分钟上都没有结构，5分钟上现在是有结构了。我们看一下15分钟上应该是带一个中枢的，这里如果说是最高点的话，这里起码是有一个15分钟中枢。那么你等它15分钟上再出第2个中枢之后，再打一个低点，这一笔下跌才有可能结束，对吧？所以说周期太小，做多要谨慎一点，因为它这个带这个大的跳空缺口，这个力度没有衰竭。这里做一个平台，这里再做一个平台，然后再打一个低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跳空这段和最后这段的力度了，就很容易背驰，因为这个跳空这段的力度太大了呀，10%以上的一个空间，下面你除非是特别不好的一个消息才有可能。所以说你可能这个 MACD 把它拉回去到0轴这里，对吧？也就是说出现一个背驰的时候，股价出了新低了，但是 MACD 没有出现新低，说明背驰了，才有可能起来。所以说没跌完，这个起码小周期上没有出现任何这个衰竭的迹象，你要做多的话就要谨慎一点。这是针对这个Meta。然后呢，这个今天好像还出了一个昨天出了一个亚马逊的。亚马逊这个盘后是大涨，现在涨了10%了已经。我们也可以利用最后的3、4分钟时间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之前的涨势啊，它跟大科技股比较来讲，它是滞后的，没有像什么英伟达那些涨得那么猛。但是呢，最近这个财报，就是昨天这个财报，好像是这个亚马逊的云受欢迎程度特别，可能也是 AI 这个相应的一个刺激吧。这个对的需求量特别大，所以说市场非常看好它，或者说这个云的一个 AI 云的这个，我们看这个 earning 和这个 revenue 都是比预期强的，但是也没有 surprise 这个值并不高。但是它整体来讲，起码这个在云方面，它的这个表现是强的。在大周期上，我们看81.43上涨的这个月线上这一笔呀，对吧？我们要看这一笔有没有结束。这里是有过1、2、3、4个月的回落，但是也不够一笔，肯定是周线上就有结构了。81.43，这是1、2、3、4一个5浪。作为进入段，然后一个回落构成中枢，然后前面这个回落竟然构成了一个周线的一个大三买，就这段构成了一个周线大三买，跌到了211.03，那么这个前面这个小高点是238.5，我们现在测一下这个在什么位置，就是复盘，类似复盘，在0.382附近，对吧？到了这个附近，然后开始得到支撑了。那么当时在当下的时候，只是说一个潜在的一个三买，那必须要再打高点，再突破前面的历史高点，才能说是三买才成立，甚至突破这个才成立。但是在当下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只能配一点仓位去，对吧？因为你一旦成立，你没有仓位，它起来就比较快了，因为是三买嘛。所以说，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三买在当下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成立，你只能去配仓位。尤其对长期看好的人，股票基本面有没有问题的，你要敢于配仓位的。你只有仓位上了，你才能够验证你的这个预判嘛。好多人说，哎呀，我看的可准了，英伟达应该涨到多少多少，然后亚马逊应该涨到多少。但是一问你手里有多少仓位啊？我没有，我只是看好，那有啥用啊？我们做交易，你没有仓位都白扯，对吧？你看的再好，你没有仓位，那你扯呢？我不就在那儿？你用动嘴当然最简单了，动嘴皮子成本最低。对吧？你看好这个，看好那个，但是最后手里没仓位，那有啥意义呢？对不对？所以说看好了就要上仓位，上多少是一个问题，可能是受限于你的这个风险的喜好啊，你对它的这个信心多少啊，对吧？可能仓位大小那个不同，但是有没有那就是本质上的区别了。所以说看好了就要上。那么现在出现三买了，
那这段能不能够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只有3周嘛，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一笔，从这个起涨点211这里，现在我们把其他的给清掉，这是238前面的这个最高点。那么这个日线上，如果说你借用了前面这个中枢的话，其实这里是有2个中枢，也就是说从161.38起涨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盘整，这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其实是一个盘整，走得非常纠结的一个盘整走势类型上，然后给一个3笔下就回来了。我们把这个中枢拽过来，我们把这个再画一下，因为这段在周线上是回落够一笔的。那么这个是日线上那一笔，这个周线上那一笔，也就是说它可以这么断。我们把这个断开，我们看这里，就是说它在日线上是这么一个结构，这是一个走势类型上。我们看日线上，日线上是这个2个中枢扩张之后的走势类型上，就是扩张了，并不代表要这个再上去，然后再出现一个大扩张，你要看后面的力度。它这里没有出现力度，反而出现了一个3段回落。这个3段回落在周线上是那个3买，也是回落成一笔了。所有红颜色的都是周线上那个结构，周线上一笔上一笔下，然后现在是周线上的一笔这个潜在的一笔上，但是在日线上的话只有一笔呀，就看这个能不能够把这个力度延续，对吧 ？MACD 是出现强度了，但是呢，看这个缺口，首先要不要补？最好是不要补，因为缺口要补的话就偏弱了。那么不补缺口的话，那就还能够去往上涨，因为它小周期的话只是一个1、2、3段，所以说，针对这个的话，你要关注，首先要关注这个缺口，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从这个起涨点，对吧？如果说这个250.5是一个潜在的小高点的话，看它这里这笔回落。这些位置到了这些位置下不来，还是2买，因为针对这个的话，如果说你把前面的中枢再借用过来的话，还可以出现一个3买，因为这个前面的中枢你可以把这个再拉回来，这样的话就借用了这个中枢，在它这个新的没出来之前的话，你是可以借用它的，目的是找出这个3买来，2买的话是可以利用前面这个1买，3买的话你就要借用这个中枢的，所以说针对亚马逊的话，就有这些可以你辅助观察的这些点位就好了。好的，那么的话，今天直播了1小时，我们直播的时间比较特殊，那么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下次再见。